大家好，人的记忆其实很奇怪。当别人突然要你谈谈你天天生活的居住地，也许你感觉无从谈起，但我们却能对只去过短暂时光的他国异乡讲一辈子的故事。今天我只是简单聊一下印度的一位人物和一个地方，那就是圣雄甘地和印控喀什米尔。我所讲的甘地的故事，主要是来自在印度买的关于圣雄甘地的书本上的内容，而印控喀什米尔则是实地打卡。圣雄甘地在印度人民心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被奉为民族灵魂。他身材矮小，体重仅52公斤。然而，就是这位看似弱小的老人，极尽全力，毕生致力于推翻大英帝国的统治。正是由于他的斗争，使得英国首相一筹莫展。在世界横遭暴力蹂躏之时，甘地建议人们走另外一条路，即非暴力主义，发动了印度人民大众奋起将英国殖民者驱赶出印度半岛。精神运动取代了武装暴动，祈祷取代了枪炮，印度人民最后用和平的方式赢得了和平。要理解甘地的一些行为和语言，就不得不说起印度教。印度教是印度第一大宗教，它的信徒占全国人口的80%以上。印度教认为，人在现实社会中的行为和思维都有因果关系，也许这个结果需要等到来世才能显现出来。这种宿命观念使信徒们对现实人生有一种超然态度，同时又谨慎地策划着自己的来世，沿着这条轨迹行走的人们演绎出不同的人间故事。圣雄甘地倡导的非暴力思想，就是来自印度教的容忍和不杀生理念。其实素食主义也是非暴力思想的一种体现。对于甘地的容忍，有一个历史故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。圣雄甘地曾被另一位印度政治家 Andox 刺杀。圣雄甘地在临死前对别人说，不要去处罚 Andox， 他杀害我也是从他的国家利益考虑的结果。作为杀人犯的 Andox 在受到处罚前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讲到， 甘地被印度民众视为真理的化身，人们的行动完全由他的言论来引导。可想而知，假如哪一天他发生了错误的言论，对印度将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，因此他必须死。而我杀了他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，我不求宽恕。作为个人，我应该承受杀人犯的处罚。据说 Andox 当时的演讲也感动了很多听众。德里市中心有一片很大的原始森林，成群的猴子、孔雀和鸟儿与路人亲密接触，就连小松鼠也旁若无人地在路边散步。我在那里看到了圣雄甘地的一句名言，一个国家对待动物的方式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性格。我接下来再讲一下我到访过的印控喀什米尔地区。中国人去印控喀什米尔并不方便，需要有专门的喀什米尔签证。飞机降落喀什米尔以后，手机在当地就没有信号了。8月的喀什米尔宛如众神遗落的翡翠，喜马拉雅的雪峰在云隙间闪烁银芒，融雪汇成的湖水带着冰川的呼吸奔涌而下，将斯里纳德的达尔湖染成通透的玻璃似。乘着船夫的手划小舟划过湖面，能看清20米深的水底摇曳的水草，仿佛整片天地都被雪山融水涤荡得纤尘不染。湖畔百年船坞的雕花木船倒影在涟漪中，与漂浮的水上集市和连田交织成流动的威尼斯幻景。只有当岸边沙袋攻势后，军人冰冷的枪管才将人拉回现实。这片被称作人间天堂的土地，始终人操在枪械与玫瑰并存的矛盾之中。拿着 AK-47 的印度军人对我们中国人还算蛮友好。我提出要拿一下 AK-47， 一位士兵居然也同意了。不过他在把枪给我之前卸下了子弹盒。有一天我问一位产妇，假如让你有3个选择，一个就是今天喀什米尔是印控，还有一个就是你独立，第3个喀什米尔让我们中国人来控制，你排下序。他说当然最好是独立，第2是让中国人来控制喀什米尔，最差的就是今天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